妈妈不想要的对象，你会不会在吃完饭之后直接跟他谈分手？而且男友们的妈妈永远会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发生过亲密关系，还是妈妈帮忙滑交友软体，晚上睡觉的时候视讯意外发现，原来男友都是跟妈妈一起睡，但男友就说，这就是他孝心的表现。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来到理科太太。你会在晚上10点要赶在妈妈锁门之前回家吗？妈妈不想要的对象，你会不会在吃完饭之后直接跟他谈分手？摔断腿第一反应不是打119，而是打给妈妈问说，我现在摔断腿了，该怎么办？如果这个很像你，或是你身边的朋友，我们今天就是来讨论妈宝的。网络上很多关于妈宝的民间故事，像日本电视台有访问到一位极品妈宝男，除了妈妈会帮忙买内衣裤之外，他还加赠每周1次的亲子共浴时间。但因儿子没有性经验，妈妈还亲自带去风俗店练习，买通店家要给儿子信心，甚至还会在一旁加油助兴呢。那难怪你儿子没有性经验啊。Dcard 上面有网友说，她的男友除了门禁之外，他妈妈还特别办了 IG 追踪他，什么都是秒赞，但是就是不秒赞他们的情侣合照。而且男友们的妈妈永远会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发生过亲密关系，就像以前太监在追踪皇帝行房记录一样的。发现交往之前还是妈妈帮忙滑交友软体，晚上睡觉的时候视讯意外发现，原来男友都是跟妈妈一起睡，但男友就说，这就是他孝心的表现。某些层面来说，这些人从小到大受到妈妈无尽的呵护是幸运的。但过了婴幼儿时期，母子之间要是没有画出界限的话，就会有一些这些让人无法认同的行为。把生活细节交给妈妈，表面上好像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就可以有人帮忙解决，好像妈宝没什么损失，妈妈乐于为小孩继续付出，小孩得到不用做家事的权利，甚至在金钱上有得到帮助，或者是直接有人就跳进来帮你解决麻烦，那妈妈还可以持续得到控制权。在互相有所得的关系之下，其实这种关系就很难被打破分开，人都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把这些行为看成爱跟孝心的表现，其实好像也说得过去。那过往就有一些心理学家针对这样子的关系做出一些解释。最早20世纪的时候，弗洛伊德提出恋母情结，他注重探讨人的本性的欲望，他把3到6岁的人格发展归类成性器期。这时候人类对自己的性器官觉得好奇，男生会对自己的性器官感到自豪，开始在外来选择精神上可以发泄的性对象，一般都是负责养育的异性，而对男性幼童而言，妈妈通常是最亲近的异性。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不需要过分指责男孩的依恋行为，用比较了解宽容的方式去对待跟解释，舒缓他们的焦虑感，在未来其实是可以比较减缓他们的恋母情结，减少妈宝的产生的。那当然啦，这是20世纪弗洛伊德的解释。总之，如果你在选择对象的话，最怕就是遇到妈宝，你就可以看一下对方是不是有彼得潘症候群。彼得潘嘛，永远都长不大，也乐于如此。这些人通常会有一些自恋的特质来掩饰他们觉得自己不足的这种焦虑感。因为对自己的能力没有安全感，所以可能刻意花更多钱打扮自己，刻意表现自己非常温柔体贴，伪装自己。而很不幸的，很多女生在挑选对象的时候，就很容易被这些特质吸引而误入歧途。那换算成真人，就可能是一个家庭条件还不错，那这个人没有真正做事经验，但是他也没有肩膀，莫名有很多时间去购物，然后有点小兴趣偏内向的男子。但这些人遇到压力就会逃避，就回头找爸妈，所以交往起来真的心会很累。那你到底要如何去分辨他是孝顺还是妈宝呢？最容易一眼看穿的方式，应该就是你在接到一个指令的时候，你是真的想过才去做的，还是你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爸妈说什么就照单全收。因为这就是不是孝顺，这就是妈宝。不论男女，在现代生活的环境下，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塑造出妈宝。但为什么很少听到妈宝女，大家都是在攻击妈宝男呢？当然在普遍的价值观之下，还是会有男女的刻板印象。两性之间好像被赋予的社会责任也有点不一样。对男性而言，普遍要求你要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可以用手撑起整个家的命脉，所以男性一旦出现比较软弱的特质，就会受到外界的批评。那相反的，父母对女儿的呵护就会被视为疼爱的表现，疼爱女儿，希望她可以变成
温柔的个性，未来可以成为相夫教子的好妻子。也就是因为我们还停留在这些价值观跟刻板印象上，爸妈对女儿跟儿子的疼爱其实是本质一样的事情，但却被视为不同的状况。假如你已经发现另外一半是妈宝，你已经准备结婚，或是已经就爱上深陷其中，或许可以先同理妈宝在原生家庭的经历，理解你们的差异，来减少自己的怨怼，试着陪另外一半理清爱情跟母爱的不同，然后试着给予他更多的安全感，来减少对方的焦虑。比较难的是，或许可以试着去理解对方的妈妈，虽然可能他有敌意，但是让他了解你们其实是站在同一线的，并不会破坏他的亲子关系，反而可以让他的宝贝儿子更加快乐。把自己的心理状况调整好之后，在一连串的柔性沟通，或许就可以找到三方和平相处的模式。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借此来看见自己，找到和妈妈最舒服的相处方式。那今天就这样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帮我在留言分享。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哦。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